接着有同学问呢，身为一个平凡什么也不会的出家人，功德也很大吗？好，那么功德是什么呢？功德呢跟福报不大一样哦。好，功德跟福报不太一样。什么叫福报？像各位同学你们就很有福报。福报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事呢，你想要做就能够成就。就像那一天我们开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你们现在的福报现前，所以呢，你想参加佛青营就能够参加，而且呢，很多条件呢都靠过来，你都可以去做。各位，你除了在佛青营以外呢，我相信你们在家里福报也是现前。但是呢，我相信你们看到很多的其他同学，我说就不是佛青哦，是可能在学校的其他同学，有的呢，你有看到他有福报没有错，但是呢，这个福报他可能不会善用，他可能做其他的事情。那么这其他的事情呢，有些呢是自私的，有些呢他是顺从他的欲望的，有些呢是顺从他的愤怒的。同样他拥有这个福报，但是呢他可能拿去做这些事，而不是呢把这些福报拿来做他觉悟的事情。这跟各位同学呢就不一样了。所以当你朝这个方向你有福报现前，但是呢你愿意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把心呢放在亲近的事情上面，而且呢不求回报，这时候呢功德才产生。那么功德呢，如果刚才描述你就听得懂了。功德呢，它是不求任何回报，也就是呢不执着的在做任何事。但我如果呢是有所求而去做的任何的行为跟心态那么那个顶多呢叫做有福报。好，从功德这个事情了解后，那就推回来了。如果一个出家人什么都不会，但是呢他能够做到刚刚我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虽然行为上也看不出他做出什么事，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清净的，那么他就的确是有功德。所以功德呢，它更多的是我们内心的状态产生的这一股你无法看到无法摸到的这一股力量，跟具象化的事情呢是不同的。但是呢功德呢它会衍生福报出来，功德它会衍生福报，但是呢福报不会产生功德，这是两种不同。因为呢心的状态不一样，于是呢它具体产生的力量就不同。第八，有同学问说，一定要出家才能够成佛吗？如果你想要肉身成佛，肉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要能够成佛的话呢，那的确你要出家，因为它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行为。就像释迦牟尼佛，他在还没出家前就很聪明了，很有智慧了，也很有修养。但是呢，他真的要成佛呢，他非得要出家，放弃这个王子的这个位置甚至未来国王的位置他放弃了。他为了追求觉悟了所以呢，肉身呢要成佛，一定要这个出家才行。但如果是你的心灵呢，你要让你的心灵成为一个觉悟者，那就倒不一定了。所以在我们历代呢，有些菩萨呢不一定是出家人。比如说我们在佛教经典有部叫《金光明经》金光明经在佛教呢也是很重要的一部经典它里面提到的很多位菩萨呢都不是出家菩萨，包括还有一部很著名的经典叫《维摩诘经》。那么这部《维摩诘经》呢，提示了很多呢大乘菩萨的这种思想。这个主角维摩诘他就是一个居士，所以如果是心理上成为一个觉者呢，其实不一定要出家的
第九，有同学问呢，当护法好还是出家好？这完全看你自己的这个条件，还有你的动机啊。如果你觉得你的目前的条件当然现在可能言之过早当以后你们可能长大了，你觉得呢？哎呀，我的家庭的条件种种的因素我可能不方便出家，那么你就好好做一个在家的护法。那如果你的家庭条件允许，你自己也有这个心，想要出家，想要住持三宝，出家当然好了。你想看看各位你就观察寺里就好了，就观察寺里的师父。你看每一个师父都代表了灵岩山寺呢来发言，包括你看这个社会上的人不管是一般的这个市民朋友啦，或者是市长甚至议员来到寺里面的时候呢，他都会拜访师父。为什么？师父代表这个寺院，代表佛教，他们就很少说我来寺院说来拜访一个居士，不大会这样子吧。所以说师父呢代表了这个三宝，于是三宝又如何能够佛教如何能够传承呢？那么师父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因缘你有这个条件你的父母也赞成，当然出家是非常好的